上期视频已经讲了离心训练对增肌影响，今天来讲解肌肉张力对增肌影响。肌肉张力会增强肌肉深层通路活性，导致肌肉生长。肌张力还可以刺激合体激素反应，并上调合体激素受体。肌肉张力作用于肌纤维时，会增强多条细胞内信号传导机制，引起肌肉肥大。影响肌肉张力的因素主要有3点：一、肌肉的起始长度。运动时肌肉的起始长度会直接影响肌肉力量输出。咱们看这个肌肉骨骼系统机动学附件医学基础第300中，肌肉长度张力曲线。在肌肉长度小于休息长度时，肌肉的主动张力会变小。随着肌肉长度的增加，肌肉张力也在逐渐增加。当肌肉长度等于休息时长度时，此时主动张力最大。当肌肉超过休息长度时，被动张力开始出现。随着肌肉长度增加，张力也在增加。这个被动张力就相当于肌肉本身弹性力。当肌肉拉长的时候，肌肉本身弹性力也在增加。这个图说明，想要肌肉产生大的张力，就需要在锻炼时让目标肌肉保持在休息时间的长度。这里听不懂的朋友没关系，下面看这个握力测试实验，让手腕分别处在弯曲、自然伸直和伸展3个状态，分别去握拳。你会发现，当手腕处在弯曲状态，就是影响手腕功能肌肉缩短的时候，很难去握住拳头，此时握力最小。手腕在自然伸直状态时，也就是影响手腕肌肉功能处在休息长度时，这个时候握力最大。手腕在伸展状态，也就是手腕肌肉拉长状态，握拳稍微有困难，但是还能握住，手腕握力也受影响。这个实验和前面所讲内容一样，咱们以器械坐姿腿弯举为例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尽量让大腿后侧肌肉去伸展，就是尽量去放大你的动作形成，这样腘绳肌才能发挥最大力量。如果做的时候大腿没有完全伸直，动作形成不够的话，这个时候腘绳肌很难发挥出最大的力量。如果是卧推的话，在卧推的时候需要夹紧贴胛骨，这样才能让胸大肌发挥最大的力量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这个部分，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。第2点，肌肉收缩类型。咱们前面已经讲过，肌肉收缩有3种类型：离心收缩、向心收缩、等长收缩。但是这3种类型的肌肉收缩方式产生力量却不一样。看这个 ACSM 体能训练概论中张力速度关系曲线，咱们可以看到，离心收缩的时候，肌肉可以产生最大力量，等长收缩力量居中，向心收缩力量最小。咱们以卧推为例讲一下这个意思。卧推的时候，杠铃推起的时候是向心收缩，杠铃下放的过程是离心收缩，杠铃停在某一个位置不动是等长收缩。你在卧推的时候会发现，某一个重量你可以撑住，但是推不起来。如果再加一点重量，你会发现你撑不住也推不起来，但是却可以控制住，缓慢的放下。这个点在训练中运用就是一句话，在训练中多应用离心收缩。第3点，肌肉收缩速度。咱们训练的时候你会发现，有人也会去刻意改变训练的快慢，常见有3种：快速收缩101模式，中速收缩202模式，慢速收缩505这样。咱们在这个速度张力曲线图，当你重量轻的时候可以推得很快，当重量增加的时候，即使主观努力发力的程度一样，客观上速度就是会变慢，这个是事实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所以在训练中，对于初级和中级训练者，推荐的速度是202这个模式。在动作最后几次的训练中，由于肌肉疲劳的累积，所以推起的速度肯定会变慢，这个不影响整体效果。不是说动作速度越慢越好，速度越慢，肌纤维目的就会减少，肌肉力量也会变弱，也更容易疲劳，所以很难去推起更大的重量。这个就是今天内容，如果感觉有帮助，记得一键3连，拜拜。